清河，等会儿见了夫子，你好好说话，别梗脖子，别顶嘴。夫子说什么你听着就是。你爹当年送你开蒙的时候，在这门口站了整整1下午，才等到刘夫子点头。这回大伯替你求个情，兴许还有转机。大伯放心，我今天来不是来顶嘴的。沈家大伯，你方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你这个侄子在我这里读了4年书，4年，不是我刻薄。你自己问问他，4书通读了几本？夫子，清河这孩子以前是贪玩了些，但他最近真的用功了。上回夫子考他功课，他全答上来了。那是临时抱佛脚，书不是背几句就够，要通，要画，要能举一反三。你侄子这4年心思根本不在书里，他在外面做的好事，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醉仙楼后面那条巷子，花魁的闺房，他一个读书人闯进去，让钱家的公子带人当场抓住。这种事传出去，学堂的名声跟着他一起烂。夫子，学生有一个问题，上回夫子考的那几段，从《论语》跳到《孟子》，学生一字不错全答了。如果学生心思不在书里，那些字是怎么跑进学生脑子里的？好，那我再考你一题，不是背书，是说理。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你讲一讲这3句何解？此论是说，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万民之天下。无民则无社稷，无社稷则无君。以民为本，以社稷为器，以君为器之职者。器之职者可换，器不可毁，本不可伤。这就是学生的理解。你说的不算错，但学问再好，品行有亏也是枉然。你闯醉仙楼女子闺房的事，钱家公子的父亲亲自上门来跟我提过，我不能留一个名声扫地的学生，连累其他学子。那件事，学生是被人指错了路，钱公子带人恰好赶到，冲进门的时候，花魁只是被学生吓了一跳，连一句轻薄话都没来得及说。不过学生知道，这些说了夫子也不一定信。这是那人做的白糖，给夫子泡茶喝。夫子不信学生不要紧，学生只是来谢谢夫子4年的教诲。告辞。沈清河，你那白糖我收下了，不过退学的事已经定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你刚才答的那些，大伯没听懂，但看夫子的脸色，应该是答得不错。咱们回去再想办法，你别急。你堂哥文生在城里认识人多，说不定能找到别的学堂。大伯，我不急，不读书也没关系，家里有堂房，有田，有甜菜种子，饿不死。萝卜干是你媳妇儿腌的，你大伯娘尝过了，说比你娘当年腌的还脆。回去让她再腌一坛给大伯送过去。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咱们村那个沈秀才被学堂退学了。今天在城里亲耳听刘夫子的书童说的，说沈清和品行不端，闯什么花魁闺房，学堂早把他除名了，都1个多月了。退学了？上次不是说被退学是谣言吗？这次是真退了。那书童跟隔壁铺子伙计聊天，说漏了嘴，品行不端，那可不行。咱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个读书人，名声坏了，以后村里孩子去城里读书都得被人说闲话。我儿子明年还打算进城找夫子开蒙的。我就说嘛，他最近又是开堂房，又是到处卖白糖。一个读书人不好好读书，做那些生意，原来是被退学了，没办法。可沈秀才人是真的变好了呀！上回给我们家狗蛋送猪油班，他娘子也是个老实的，前几天还教我怎么淋白糖。人是好了，但名声也坏了。这事儿他自己不争气，连累的可不止他一个人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天气好，晒谷子得趁早，晚了露水重。夫君，
今天去学堂的事怎么样了？夫子有没有说可以回去念书？退学了。夫子说我名声生坏了，留在学堂会连累其他学子。不过白堂他收下了。上回我记得攒了30多两，30多两够不去城里找个更好的夫子。三听说现学的树根1年10两，够读3年，再加上堂跑每个月能赚的。堂坊的钱是堂坊的，不上交。什么堂坊的钱？我的钱！你读书考功名是大事，钱花了还能再挣。我还攒了阿娘留的一根银簪子，不值多少钱，但也能抵一阵。不读书也没关系，家里有糖厂，有田，有甜菜种子，饿不死。你阿娘留的簪子，收好。那现学怎么办？你文生哥说张大人看了你的僧密，说不定会赏识你。明天我去现学走一趟，不靠大伯引荐，不靠文生哥托人，就靠我自己。好，那我给你准备干粮。去现学比去学堂远，不带干粮中午要饿的。苏糖，我以后要是当了官，你就不用踮脚够油罐子了。那我就把油罐子放在最低那一格，然后天天给你做饭，比现在做的更好。大半夜的，把家底全翻出来做什么？重新算一遍，今天送出去2斤白糖给刘夫子，是样品，不算卖钱，算人情开销。还有你明天去现学，要带拜帖、束修礼。拜帖去文生哥那边拿现成的就行，束修礼得另备，这些都要提前算好，明天一早拿不出来就来不及了。明天去现学不一定能见到何教诲，束修礼不急。不行，万一见到了呢？空手去多不好。你可是拿了甲等灯谜的人，何教是亲自给你评的，他肯定记得你。你空着手去，人家还以为你不懂规矩。这只鞋底里我藏了10文，本来想等你穿破了再告诉你，让你走路踩到钱，讨个步步生财的好彩头。现在先拿出来，凑明天买束肤礼。这根簪子，明天拿去城里当铺，能当几两银子，买束须礼肯定够了。银簪子的事下午已经说过了，收好。可是苏糖，明天去现学，我自己能应付。何教官不是刘夫子，他看重学问，不看重书身。你把这些铜钱放回鞋底里，银子收回匣子，簪子戴回头上。不是，你平时也不戴簪子。这个差点忘了，外公留给我阿娘的一块荒地，在苏家村后山，不值钱，种不了庄稼，只能长些野竹子。但地契写的是我阿娘的名字，阿娘走后就归我了。这东西能不能拿去官府做个凭证，证明我不是来历不明的人？说不定对夫君去现学有用。收好，这是你阿娘留给你的，比银子值钱。你说的身份凭证以后用得上，但不是现在。那现在用什么？现在我有什么用什么。灯谜腰等的木牌还在，何教之认得我的字，这就够了。你把这些东西全收起来，一样都不用动。明天我空手去现学，他要不收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夫君，我觉得自己很没用，别人家的娘子，娘家有钱有势，能给夫君铺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9文钱一根旧簪子，一块种不了庄稼的荒地，帮不上你什么忙。谁说帮不上？明天我穿的衣裳是你洗的，鞋是你做的，背的书箱是你昨晚擦干净的，书箱里的干粮是你烙的饼，这叫帮不上忙？这些算什么帮忙？谁家娘子不做这些？别人家的娘子做了，不一定会把铜钱藏在鞋底里讨彩头，也不一定能把一根破簪子擦了又擦还舍不得戴。这个给你，
不是银子，是些别的。这糖一次做白糖那天留的。我想着，万一以后白糖做不成了，至少还有这一小撮，证明夫君曾经用木炭变出过白糖。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。夫君好梦。夫君，你明天去献学，要是何教务问你为什么被退学，你就照实说。别替我编什么好话，我是瘸子，是异童，这是瞒不住的。但你被退学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那个钱世安害你。你把事情说清楚，别把黑锅往自己身上背。行，我照实说。那就好，那我也照实说。以后谁问我的眼睛，我就说何教颖都知道的事儿，你有什么好问的？闷着睡不好。知道了，夫君也睡。大清早的谁惹你了？粥都凉了还不喝？昨天刘夫子的话你也听到了，清河这孩子书念得好好的，说退学就退学，我想了一晚上都没想通。想不通也得想，清河自己倒不急，你急有什么用？昨天他走的时候还说不读书也没关系，这孩子心大。他不是心大，他是怕我们跟着操心，自己扛着。我今天叫他过来，是想跟他商量商量，县学那边我托人去问问。何教绩上回给他的灯谜评了甲等，兴许能说上话。大伯、大伯母，苏糖早上做了白糖糕，让我趁日带过来。这孩子手是真巧，上次送的白糖还没吃完呢，又做糕了。你等着，大伯母给你盛碗粥。大伯母不用忙，我吃过了。吃过了就坐，大伯有话跟你说。昨天学堂的事你别太往心里去。刘夫子那个人你知道的，死脑筋，认准的事9头牛拉不回来。他不教你了，是他没福气。大伯想了一晚上，你那个白糖生意现在做得好，但一个读书人总归不能一辈子卖糖。你有没有想过去县学试试？想过，今天下午就打算去县学走一趟。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容易撂挑子。不过你去县学，光拿个灯谜的木牌不够。何教景虽然给你评了甲等，但收学生不是儿戏。这样，我让你大哥文生写一封引荐信。他在酒楼做掌柜，跟县学里的几个夫子都有来往，说得上话。巧了，正想去找你。昨天爹托人带话给我，说你被刘夫子退学了。我昨天晚上回去翻了翻县学的规矩，县学收学生，要么有林生保举，要么有地方官员推荐。何教义上次给你评灯谜，算是有半面之缘，但这不够。我有个想法，张大人。张大人，县太爷。对，张大人上次审袁空案的时候，对清河揭穿骗局的事印象很深。后来灯谜的事儿他也过问了。我听说张大人最近在整顿县里的假僧假道，袁空的案子还没结。清河如果能把当初揭穿骗局的细节整理出来，写一份呈文，我托人递给张大人，这比任何引荐信都管用。这个主意好，县太爷都赏识了，何教师还能收。呈文的事可以慢慢写，但县学那边的规矩，除了引荐，还要有廪生担保。清河之前被退学，这一关不好过。担保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我认识县学的陈教成，他教算学，跟我有点交情。不过爹，我今天过来还有件事想跟清河商量。你那白糖，醉仙楼打算长期订货。中秋前要一批白糖馅月饼料，中秋后还有重阳糕、腊月的糖瓜，一年四季不断。我在想，与其每次我去找你拿货，不如我们立个契约，你每月定量供给我，我按月结银，价格比杂货铺再高一成。可以，契约的事我回去拟一份草本，下次进城带给文生哥过目。文生，你刚才说县学的事，先别急着提，
清河，大伯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。你堂房的生意，大伯想入股，不是要分你利润。大伯这些年攒了些银子，本来是想给你堂弟文华上学用的，现在文华还小，不急。我想拿10两银子入股你的堂铺，不是要分红，是给你撑人面。你想，你一个年轻后生在村里开堂坊，又刚被学堂辍学，村里人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有想法。要是村长入股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以后谁敢说3道4，我这个村长第一个不答应。你爹走得早，我这个做大伯的没帮上什么忙，这次让我出点力。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，等堂房赚了钱，每年年底给大伯送2斤白糖就行。大伯，银子我收下，但不是入股，是借，年底连本带利还清。堂房的利润每月单独列一份账，交给大伯过目。大伯是村长，也是堂房的半个东家，这个名分比银子值钱。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再拟一份正式的契书送过来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契书的事儿不急，你慢慢写。白糖糕凉了不好吃，咱们先吃糕。这糕比镇上点心铺卖的还好看。你媳妇儿这手艺，文生，你们酒楼点心师傅做的白糖糕有这个好不？这个是用清河家的白糖做的，回头让弟媳把方子写下来，我跟画厨师傅商量商量，说不定能上菜单。回去问问他。清河，成文的事你回去就写，袁空的案子你怎么揭穿的，每一步都写清楚。油锅里垫醋，猪骨头灌水银，只归图熊狗胆识，越详细越好。张大人是务实的人，不喜欢花哨稳章章，你把原理讲明白，比什么都强。我知道，成文写好后怎么递给张大人？你写好了拿给我，我跟县衙的刘主簿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托他转交，比从正门递进去快。不过你得快，我听说中秋后张大人要调到省城去，晚了就赶不上了。3天之内写成。还有一件事，你那个前同窗钱世安，他爹钱员外自从袁空的事之后，跟我们家酒楼也断了生意往来。我听说钱世安到处跟人说你坏话，说你是退学的败类，这种人你以后得防着点。钱家的事我心里有数，多谢文生哥提醒。弟媳做的白糖糕，别忘了把方子写给我。袁空案的过程写得清楚，但张大人要的是写得不顺，是背后的原理。油锅为什么不烫手？猪骨头为什么会发出叫声？原理讲太深，怕张大人觉得我卖弄；讲太浅，又怕他觉得我敷衍。张大人是审案的，又不是看戏的，你就当写账本，每一步用了什么东西，起什么作用，花多少钱，这样写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我不是说你的文章是账本，我就是打个比方。你这个比方比文生哥说的管用。张大人务实，不喜欢花哨文章，你就当写账本。什么时候我的文章也要按你的路数来了？那是因为我会记账了，你教的。夫君，偏菜不能浇太多水。偏菜明年才种，你梦里已经在浇了。听说没？沈秀才被刘夫子退学了，原因是品行不端。人家夫子亲口说的，闯花魁闺房，让钱家公子当场抓住。
这事儿在城里都传遍了。平时看着人模人样的，还开糖坊，到处卖白糖。原来学堂早把他除名了，都1个多月了。一个读书人被学堂赶出来，比我们这些泥腿子还不如。可不是，还有他家那个白糖，谁知道怎么弄出来的？我听说有些黑心商人拿石灰漂白糖，吃了要坏肚子的。他们家的糖那么白，该不会也用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阿春婶，我们家的白糖是用黄泥水淋的，没用石灰。上次贵婶亲眼看过，不信你问她。还有，我夫君被退学是被人害的，他不是品行不端。你怎么知道不是？你又没亲眼看见。我夫君说了，那件事是有人指错了路，他什么都没做。我信我夫君。村长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。这2天村里传的不太好听，说婶秀才的白糖是用石灰漂的，吃了坏肚子。我家那口子也在传，我昨晚跟他吵了一架，他不听。这话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，但传得挺快。石灰漂白糖，胡说八道！清河家的白糖，我亲眼看他媳妇儿做的，用的是黄泥水，干干净净。这谣言从哪儿来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好像是前几天有人在村口说的，说城里有人讲沈秀才的白糖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沈秀才的糖在城里卖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有这种话了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让你家那口子别再传了，我来查。石灰瓢糖，这帮嘴里长了卵疮了乱喷。沈秀才，要不要我去村口贴个告告？谁不信就来糖坊看，睁大狗眼看看咱们到底用没用石灰。不用贴告示，告示一贴，反而显得此地无银300两。这谣言不是水桥村的人自己想出来的。水桥村的人不懂白糖怎么做，更不懂石灰品白是怎么回事。能编出这种话的人，至少见过白糖生意，或者跟糖坊有过节。你的意思是，城里那边传过来的？我猜是钱家。钱世安跟我有旧怨，上次在元空那件事上，我让他家丢了面子。他爹钱员外跟文生哥的酒楼断了生意往来，心里肯定不痛快。找人散布几句谣言，成本低，效果好，既能让糖坊的生意受影响，又能让村里人对我有看法，一石二鸟。钱家那个钱员外，就为了这点事至于吗？对钱家来说，面子和生意都是大事。不过目前只是猜测，没有证据。但不管是谁传的，当务之急是把谣言止住。志强，明天你帮我办一件事。你说，明天早上请几个村里年纪大、说话有分量的长辈到堂坊来，三叔公、大山叔，还有你爹六叔都请上。就说沈清河请他们来看灵堂，从头到尾，每一步都让他们亲眼瞧着。另外，再请几个平时跟我们家没太多往来的村民也一起叫上。你这是要当众演示？对，谣言止于亲眼所见。另外，大伯，想请你帮我查查，这谣言最早是从谁嘴里传出来的？不用声张，暗中问问就行。行，这事交给大伯。钱家那边要不要我跟文生说一声？先不急，等查清楚源头，再告诉文生哥。如果真是钱家，张大人那边我正好有一份成文要递。元空那案子，钱家当初可是苦主，如果苦主跟行骗的人之间有什么牵连，张大人应该会感兴趣。这个侄子如今说话不疾不徐，但每一句都有后手，比我这个做村长的想的还远。
今天在河边，阿春婶说你什么了？你知道了？阿峰叔跟大伯说了，大伯告诉我的。他说我们家的白糖是用石灰漂的，吃了坏肚子，还说你是被学堂赶出来的，品行不端。我回他了，我说我们家的糖是黄泥水淋的，没用石灰。夫君被退学是被人害的，不是品行不端。他就走了。明天我在糖坊当众演示淋糖，你过来帮我。你比我会招呼人，长辈来了要端茶倒水，志强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当众演示，是为了堵那些传谣言的人的嘴？让他们亲眼看看白糖是怎么从黄土水里出来的。看完还传，那就是故意造谣了。好，明天我早点去糖铺，把案板擦干净，茶叶也带上。上次苏茂送的那包新茶还没拆，正好用上。夫君，我今天跟阿春使顶嘴的时候，腿没抖。腿没抖，说明你不怕他了。不是不怕，还是怕，但是怕也要说。以前在苏家村，别人骂我灾星，我一句都不敢回。现在不一样，他骂的不是我，是我夫君。骂夫君的话，我忍不了。这地方空了有3年了吧？以前是老孙头磨面的，老孙头死后，他儿子进城做工去了，磨坊就一直空着。房契在村公所，我爹说你要租，1年200文，意思意思就行。够大，比家里天井大2倍，放4口瓦溜绰绰有余。顶上缺的瓦片今天补上，南墙那个洞用碎砖堵一堵，灶台重新砌一个，3天能弄完。瓦片我家有多的，去年翻修屋顶剩下的，碎砖村口砖窑边上捡就有，不要钱。灶台我来砌，我在窑上干过半年，砌个灶不在话下。地上这层灰得扫3遍，墙角有老鼠洞，得用碎瓦片堵死。窗户也要换新窗纸，这里光线不好，窗纸换白的，白天不用点灯也能干活。这里以后就是审计糖坊，志强是第一个帮工，每月工钱300文，中午管1顿饭。文浩哥，你田里活多，有空来搭把手就行，按天算工钱。苏糖还是管账和淋糖的手艺，招了新工人你来教。工签按天算的话，得专门设一栏账，每人的出工天数、工签结算日、中午管饭的菜钱，这些都要分开记。我今晚回去画个新账本。账本什么的我听不懂，反正以后谁要是再传审计白糖用石灰漂的，我就把他拽过来，让他亲眼看看这磨坊里到底有没有石灰。对了，糖坊开张之前要不要摆2桌，请村里人吃顿饭？我爹说新开张的铺子都要请客，图个吉利。请，但不是现在，等糖坊第一批白糖淋出来，请村里的长辈过来看淋糖，看完就在这院子里摆2桌。大伯说过，让他们亲眼看着白糖是怎么从黄泥水里出来的，比说1万句话都管用。我昨晚提前画好了，你看这样分行行不行？家用和糖铺的账分开记，月底结总账，工签按每月初1结算，正好跟杂货铺和酒楼的账期对上。行，你这个账本的格式比镇上杂货铺掌柜记得还清楚。以后糖坊的账就归你，我的书箱里只放书，不放账本。夫君，你看这墙缝里藏了东西。老天保佑，明年多磨3担面，给孙儿买笔墨。
这应该是以前的老孙头留下的。老孙头是不是那个孙子在城里做工的？他藏这些铜钱是想给孙子买笔墨，可是没等到那天就走了。不挪走，留在这里，就当给老孙头还个愿。以后堂房赚了钱，我们也在墙缝里藏个纸条，写老天保佑，明年多领10斤糖，给夫君买纸笔。挂牌，你是堂房的账房兼掌事师傅，你来挂。先浇中间，再转着圈浇边上。嫂子，这黄泥水的浓淡怎么看？上回我自己试了一次，浇出来的糖有点发黄。黄泥水太稀，杂质吸不走；太浓，下得太慢，糖沙会结块。你看，舀起来的时候能在勺子上挂一层薄浆，往下倒的时候不断线，这个浓度就正好。嫂子，你这手艺，我看10遍都不一定能学会。我刚开始也做坏了好几锅，多做几回就会了。以后你要是学会了淋糖，我就专门管账和出货，不能再天天蹲在瓦溜前面了，腰受不了。银子你收好。昨天我跟三叔公和大山叔都打了招呼，后天你把堂房的白糖当众演示一遍，他们都会来。那几个传谣言的人我也查得差不多了。最先在村口说审计白糖用石灰漂白的是张货郎。张货郎说他是从城里一个茶馆听来的，茶馆里说这话的人是你以前的同窗，叫钱世安。果然是钱家。张货郎那边有没有怪他？没有，张货郎自己也是被人当了枪使，他知道真相后气得骂了半天。他说后天他也要来堂房看演示，看完去城里找那个茶馆帮你们辟谣。还有，你让我查的另一件事，钱世安跟袁空有没有关系？暂时没查到确凿证据，但有个细节，袁空被县衙抓走那天，钱员外家的管家去牢里探过监，说是替老妇人还愿。一个被骗的苦主去牢里探监还愿，不合常理。探监还愿，这个可以写进成文里，不用下结论，只要把事实摆出来，张大人自己会判断。后天的演示，多谢大伯提前跟长辈们打好招呼。到时结束后留大家吃顿饭，饭钱算堂房的开销。饭不用你管，让你大伯木做。他虽然嘴硬，但做几桌饭是愿意的。上次吃了你们家白糖糕之后，他回来说了好几天，说你媳妇儿手巧。磨坊里的老孙头藏了一辈子铜钱，没等到给孙子买笔墨那天，苏唐说要替他写张新纸条压在墙缝里，给夫君买纸笔。他大概不知道，我已经开始写成文了，不是写在纸上，是写在他教志强淋糖的每个下午里。中秋前，醉仙楼要赶制一批上等月饼送给省城的贵客。东家指明要用最好的白糖做馅料，这批月饼一共要做500盒，每盒用糖2两，总共至少需要60-70斤白糖。长勺老夫说了，只用你们审计的糖，别家的不要。多少？60-70斤？半个月之内？中秋前10天交货，价钱比平时高1/5，这是东家特批的，因为是送省城贵客的，用的料必须是最好的。清河，你接不接？接。不过60-70斤半个月做完，光靠现在这4口瓦流不够，3天之内得加2口瓦流，黄泥要多备1倍，原糖去苏茂那边再进一批。人手，志强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文浩哥那边田里的活收完了没有？文浩昨天跟我说，田里的稻子收完了，后面几天闲着，那让他过来帮忙，按天算工钱。原糖成本新瓦溜的钱
多出来的人手工钱加购的黄泥和柴火，这笔大单做下来，比平时1个月的利润还多。但成本也要先垫。现在手里的现银够不够？够。大伯上次入股那10两还没动。加上上个月攒的杂货铺和酒楼的货款刚结清，能垫得起。银子的事不急，我先预付1半货款，明天送过来，剩下的1半交货时结清。这是醉仙楼的规矩，大单预付，小单货到结。你们审计的堂在东家那里挂了号的，算是老公共商了，弟媳不用惊讶，以后这种单子多着呢。对了，中秋那批月饼的馅料配方里，除了白糖，还要掺一点桂花蜜。桂花蜜我们酒楼自己有，但白糖必须是你们家的。清河，这批货可不能砸了审计的招牌。砸不了，这批白糖我亲自淋。好家伙，这一袋原糖怕有40斤。苏茂说你们要的急，他连夜让人从仓库里搬出来的，连搬货的伙计都打哈欠。文浩哥，你先把糖放下。灶台上有热粥，嫂子晚上熬的，加了肉末和皮蛋，1人1碗。还差20斤，今晚再熬1锅糖沙，明天淋1天，后天晒干装袋，赶得上。今晚熬2锅，你扛来的这批原糖正好够2锅的量。你吃完粥帮志明调黄泥水，让志强去睡1个时辰，回来换我。不用睡，我还能撑。沈秀才，你歇一会儿，你站在瓦溜前面快2个时辰了。淋糖工序不能换人，换了手法不一样，出来的糖粗细不匀。粥先喝，瓦溜我替你淋1锅。你放心，我跟你的手法一样，先浇中间，再转圈，下水的速度我掐着数。你这手法比志强强，什么时候偷学的？不是偷学，是看你淋了这么多次，看也看会了。再说账本上每1锅糖，我都记了出糖量和黄泥水比例，哪个比例出糖最多，哪个浓度白糖最白，我比你还清楚。我在这干了1个多月，淋糖的手艺还没学会，嫂子看了几回就会了。你说这到底是嫂子聪明，还是沈秀才教的好？都有，不过我觉得主要是嫂子聪明，她连账本都能看懂了，淋糖算啥？志强，黄泥水调好了就去睡，你明天还要早起去苏家村再拉1袋原糖回来。好嘞。老张，把昨晚发好的面端出来，白糖到了，今天先试做1笼月饼馅儿。你这白糖比我在省城买的还细，做月饼馅儿绝了。以后醉仙楼的白糖全要你家的，别家送来的我一概不收。不过先说好，货要稳，不能断，这品相也不能掉。答应这2条，醉仙楼以后就是你家的长期主顾。这2条我答应。每批货出厂前，我娘子亲自筛一遍。你娘子亲自筛的？刚才那袋是她的活儿？师傅，这袋是筛的最细的，专门给月饼馅料用的，比刚才那袋还细1道，做馅料省得再粘。你拿回去试试，要是好，下次我专门筛1批细粉给你们。老张，月饼皮也换这袋糖，这袋糖比刚才那袋还细，做饼皮不硌牙。省城那帮贵客肯定吃不出是村里糖坊出的。这是中秋大单的尾款，加上预付的那1半，
一共比平时多赚了将近20%。下次大单是重阳糕，9月初9之前要50斤。你们堂坊要不要考虑再加2口瓦溜？光醉仙楼一个节日的用量，就能让你们忙半个月了。回去就加。还有，上次说的事，张大人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呈文已经递上去了，刘主簿说张大人看了很满意，这2天就会让人来村里核实。你做好心理准备，到时候可能是何教师亲自来。8月12，醉仙楼大单全部交货，收款。等你告诉我尾款多少，我再填。就是这家审计堂房，他们家的白糖看着白，其实是拿石灰漂的，城里都传遍了。我家婆娘买了他们半斤白糖回去冲水喝，全家上吐下泻了2天。这种黑心堂房，趁早关了吧！怪不得，我听说醉仙楼订了他们一批白糖做月饼馅儿，别到时候把全城的贵客都吃坏了肚子。这种黑心堂坊还敢开，迟早有人来封你的门。我就说嘛，那白糖比雪还白，不用石灰漂，怎么可能这么白？你们还不信？现在苦主都找上门了。沈家那个瘸腿媳妇呢？让她出来说清楚！别动手，动手就输了。他们血口喷人，什么石灰漂白糖，我们堂房里连1块石灰都没有。他们知道没有？他们就是来闹的，你越气，他们越高兴。你有什么话说？各位叔伯婶子，审计堂房开门做生意，靠的是手艺和诚信。这位张货郎说我们家的糖吃坏了他家里人，我倒想问问，他在我家堂房买了多少斤糖？什么时候买的？有没有买糖的凭证？我在村口集上买的，那天你不在，你媳妇儿摆的摊儿，半斤白糖花了40文，谁会留这种小买卖的凭证？审计堂房从来没有在村口集市上摆过摊，所有白糖要么在堂房里直接交货，要么送到城里醉仙楼和杂货铺。这位大哥，你是什么时候买的？我不记得你。张货郎，你前天在城里茶卵被人家戳穿了，今天又来村里闹。那个茶馆的人我都问了，说审计白糖用石灰挑白这话是钱家公子钱世安传的，你跟钱家什么关系？查清楚了，张货郎昨天在城里茶馆收了钱世安1两银子，条件是今天到水桥村堂房门口闹一场。茶馆掌柜亲眼看见的，已经写了证词。那个外村的汉子是钱家酱园里一个伙计的亲戚，也是被雇来的。钱世安这样做，是因为醉仙楼换了你们家的白糖，不再跟钱家酱云进货，钱元安面子挂不住，加上上次圆空的事，钱世安在城门口当众丢了脸，这口气他咽不下去。又是钱家，上回在学堂害清河被退学，这回又雇人来砸堂房的招牌。要不要我明天带几个本家的兄弟，钱家将校门口也给他们闹一闹？胡闹！你带人去闹，跟钱世安有什么区别？这事儿不能用他们的法子，他们的法子是违法的，我们得走正途。清河，你的呈文递上去了没有？递了，张大人的回函今天刚到。张大人说，钱世安雇人散布谣言，扰乱市集秩序，按大明律应吃20。袁空案有新进展，袁空在狱中供出，他行骗用的猪骨头和熊狗胆汁是由钱家酱族提供的。张大人已下令彻查钱家酱嘴与袁空诈骗团伙的关系。张货郎的证词和茶馆掌柜的证词
一并送去县衙。钱家的事，县太爷亲自出面处理，这比咱们自己闹管用多了。你那个呈文写得好，张大人看了之后还专门回了信，这面子不小。县学那边有消息了吗？何教警让人带了口信，说张大人跟他打过招呼了。中秋后来堂房实地考察，考教功课，过了他那一关，就能正式入县学就读。钱家被查了，他们会不会再报复？张大人虽然查他们，但他们有钱有人，万一暗中使绊子怎么办？不会，张大人查案，案子还没结，钱家不敢有动作。等案子结了，钱家酱园就算不查封，也会元气大伤。他们顾不上报复。而且大伯刚才说了，茶壶磕桌面磕不碎钱家酱园的招牌，但县太爷的朱红大印可以。你这张嘴越来越能说了。行，县太爷的朱红大印比我的茶壶管用。中秋前把钱世安的事处理干净，让你好好过个节。今天张火在堂房门口骂我瘸腿媳妇儿的时候，我没低头，我瞪他了。看见了，你瞪得他往后退了半步。阿春婶也在旁边起哄，让我出来说清楚。我出来说了，说完腿也没抖。放在2个月前，我肯定连门都不敢出。夫君，你说是不是因为你被退学了，所以胆子反而变大了？以前你读书的时候，我怕给你丢脸，怕这怕那。现在反正已经退学了，最坏的事已经发生了，好像也没什么好怕的了。不是因为我被退学，是因为你自己变了。2个月前你只会躲在我后面说夫君我怕，今天你站在堂房门口，当着几十号人说我没有卖过这个人白糖，这叫底气。底气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你挣了一个糖铺，一本账本，几十个老主顾，还有今天张货老往后退的那半步。那半步也算？算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往后退。等你学会写审计堂坊4个字。我今天晚上试着写了，你看，这2个字是审计，这2个是堂坊，笔画太多，写的不好看。8月13，张货郎来闹事，被赶走。夫君说他是被人雇的，雇他的人叫钱世安，这个名字我记住了。你把仇人的名字写进账本里？账本上记的都是进出项。钱世安雇人来闹事，害我们少卖了多少糖，这也是一笔账。以后有机会让他还，不急，慢慢还。钱家酱院因涉嫌与元空诈骗团伙勾结，已被暂封待查。钱员外被罚银200两，钱世安因雇人扰乱市集秩序之20，责令在家禁足3月。张大人这次是铁了心要整顿风气。钱家酱园一倒，城里好几家酒楼都要重新找酱料供货商。醉仙楼东家说了，以后酱油醋的生意优先考虑本县的作坊。你们水桥村有没有哪家做酱做得好的？大伯母做腌萝卜干还不错，不过那不算酱料，回头问问大伯。说正事，何教义那边定好了，中秋后第3天，他到水桥村来考要你的功课，顺便实地看看堂坊。张大人跟他打了招呼，但能不能入县学，还得看你自己的本事。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4书重新通读了一遍，加上元空案的成文。何教育看了成文说，条理清晰，非愚者所能为。那就好。中秋好好歇2天，中秋后全力以赴。对了，弟媳的白糖糕别忘了把方子写给我，掌勺拉夫催了好几回了。你现在要是得空，跟我去酒楼坐坐，我让后厨给你装2盒月饼带回去，豆沙馅的，你媳妇儿肯定喜欢。今天来的都是村里长辈，3叔公、大山叔、6叔，还有几个之前对堂坊有疑虑的村民。张货郎也来，他说要看完了去城里茶馆帮我们辟谣。大伯母提前过来帮忙烧茶水，大伯去村口接人。等下演示的时候，你负责淋第1口瓦溜，
上次在醉仙楼胖师傅面前，你淋得比我好。我淋第一口，万一紧张手抖了怎么办？你上次在张货大面前都没抖，在自家人面前抖什么？再说你淋糖的手法跟我不一样，你转圈转得比我慢，黄泥水下得更匀，出来的糖更白。这是你的本事，不是我的。今天让他们看看，审计糖房的白糖是谁的手艺。行，要是有人问这手艺哪儿来的，我就说我阿娘教的。老六，你闻闻，这糖房里除了甜味儿，有没有石灰味儿？我闻着是没有。没有，我家志强在这干了1个多月，要是用石灰，他回来身上能不带味儿？石灰那东西烧手，沾一点手就脱皮。你看志强那手，好好的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请大家来，不为别的。审计糖坊开门以来，村里有人传我们家的白糖是用石灰挑白的。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，把淋糖从头到尾演示一遍，每一步用什么料、什么手法，出来的糖什么样，各位亲眼看着，心里自然有数。演示完毕，有问题尽管问。这黄泥水黑乎乎的，怎么出来的糖是白的？黄泥水是用来吸杂质的，原糖熬成糖沙后，里面有很多杂质，颜色深，味道涩。黄泥水淋下去，杂质被黄泥吸走，跟着水流到下面桶里，上面剩下的就是干净的白糖。黄泥本身不进去，留在最上面一层的黄泥跟糖霜一起铲掉就行了。这糖比我家过年买的还白，石灰漂的东西我见过，漂出来的白是惨白，跟死人脸似的。这个白是雪白，亮晶晶的，不一样。各位看我手，我在这干了1个多月，天天调黄泥水、淋糖、筛糖粉。要是用石灰，我这手还能要？石灰烧手，一烧一层皮。你们看我这手，全是茧子，一层皮没掉。那个，这黄泥水淋糖的法子，书上有没有记载？我昨天在城里茶馆被人笑话了一顿，说我没读过书不懂。我今天看了，确实没有石灰，但这个黄泥水我还是不太懂。天工开物里记得，老祖宗传下来的老法子，不是我沈清河自己发明的，也不是什么歪门邪道。黄泥水淋糖，用黄泥的粘性吸附糖沙里的杂质和色素，出来就是白糖，干净无毒，比石灰漂的法子安全100倍。张货郎，你昨天在糖坊门口说我们家的糖吃坏了你家里人，今天你亲眼看了，还有什么疑问？沈秀才，昨天的事是我不对，我收了别人的钱来砸你的招牌，回去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今天亲眼看了你这淋糖的法子，我服了。回头我去城里茶馆一桌一桌帮你们辟谣，以后再也不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了。各位都听到了，今天这演示大家亲眼所见，回去也替审计糖坊说句公道话。咱们水桥村好不容易出个能挣钱的手艺，别让外人几句谣言就毁了。以后谁再传审计糖坊用石灰漂白糖这种鬼话，我这个村长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活了70年，吃过省城的白糖，也吃过京城的白砂糖。论白论细论甜，沈家的白糖不输省城，这是水桥村的造化。以后谁在背后嚼舌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刚才淋糖的手法比我擀面还稳。
三叔公说我们的白糖不输省城。三叔公活了70岁，他说的话应该算数吧？三叔公说话从来算数。以后你在村里走路，头可以抬更高一点了。还不够高。等何教育来考校功课的时候，我要站在堂房门口，亲口告诉他，这个堂房是沈清河的堂房，这些白糖是我苏唐林的。我们家的白糖不输省城，我们家的读书人也不输县学的学生。行，到时候你亲口说，我站旁边给你递茶。好，茶要泡的浓些，何教义是贵客，不能怠慢。沈秀才，苏家村来人了，说有信要亲手交给你。沈公子，我们东家让送来的，信写了2天，种子是今年刚收的新种，比上批颗粒更薄。东家说先给你们试种半亩，不收钱。替我谢过苏老板。阿福，坐下喝碗水。从苏家村一路赶来，走了快2个时辰吧？还好还好，路上搭了半程牛车。东家交代这信一定要亲手交到您手里，不敢耽误。多谢嫂子。清河贤弟，见字如面。上次你来苏家村谈的原糖契约已满3个月，这3个月你每次取货都是准时准量，货款从不拖欠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像你这样守信用的年轻后生不多见。夏季原糖价格再低1成，不为别的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另附甜菜种子1袋，是今年新收的，颗粒比上一批更饱满。先试种半亩，不收钱。若种得好，以后你的糖服原料自给自足，不用再大老远来苏家村进货，我也替你高兴。另有一事相商，你上次说想在村里开个小工坊扩大生产，若有意，我可以入伙。你出手艺，我出原料和部分资金，利润对半分。此事不急，你慢慢考虑。中秋将至，待问弟媳好，苏茂拜上。苏茂要入伙？他家那青砖大瓦房我见过，在整个苏家村都是头一份儿。他要是入伙，咱们沈记糖铺的名头就更响了。苏家村的苏茂，水桥村的沈清河，2家联名，方圆几10里，谁还敢说半句闲话？我们东家说了，沈公子的为人他信得过。上次他去城里给杂货铺送货，掌柜的跟他说沈记的白糖在醉仙楼挂了号，掌勺师傅点名只收沈记的货。东家回来高兴的喝了2杯，第2天就提笔写了这封信。原糖价格再低1成，等于每斤成本能降将近2文，加上我们自己种甜菜，如果半亩试种成功，明年开春收了第1批，成本还能再降。到那时候，就算杂货铺压价，我们也不怕，利润空间大了，抗风险就强。至于苏老板入伙的事，我觉得可以跟他面谈，他出原料和资金，我们出手艺和糖谱，对半分合理。但他要占股多少，糖谱日常谁来管，这些都要定清楚，最好立个契书。你现在分析生意比我全面，要立契书，对半分是不是太保守了？大伯那10两是借，不是入股，年底连本带利还清，糖厂还是我们自己的。苏茂不一样，他是真的想合伙，既然要合伙，就要把规矩定在前面，不能含糊。至于对半分，我觉得可以，他出原料，我们出手艺，谁也没占谁便宜。不过有一条，糖坊日常谁管，这个要写清楚，我们管，他出钱出料，但不插手糖房的事。这条你想的比我细，回信我今晚写。苏茂要是同意这些条款，中秋后我们过去面谈，把契约签车了。阿福，回去跟苏老板说，信我收下了，种子也收到了。合伙的事我认真考虑，中秋后登面面谈。多谢他这番心意。
那我先回。东家说不用急，沈公子慢慢考虑。白糖糕真好吃，能再带一块路上吃不？夫君，中秋后去苏家村面谈，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。上次去是谈原堂契约，这次去是谈合伙。合伙比契约复杂，我得当面把账目跟苏茂对清楚。咱们家堂坊的账本现在有3本，一本记进出项，一本记人手工钱和成本，一本记老主顾的订货量和账期。这3本都带去，要让苏茂知道，他入伙入的不是一间草台班子，是正经做生意的作坊。你现在比文生哥还会谈生意，当初收你当小管家，值不值？值不值得看契圈签不签得下来，等签下来了再告诉你。这行写的什么？若蒙不弃，愿结金兰之好。金兰是什么？金兰就是兄弟。苏茂来信说就当交个朋友，我回他说不只是朋友，是兄弟。合伙做生意，利益是底线，但人情是长久。苏茂这个人讲信用，对脾性，值得结交。那我也要在契书里加一条，不是写在纸上，是记在心里。以后苏茂来堂房送货，不管多晚都留他吃饭。他媳妇儿要是来赶集，桂花糕和白糖糕各包一份，让他带回去。合伙是合伙，情分是情分，两样都要。内人主曰，既为兄弟，日后苏兄及嫂夫人来水桥村，无论何时，必留饭。苏堂敬上。这样好。我去唐府之前，先把种子撒下去。这块地以前是种葱的，土肥，甜菜不挑地，种下去浇2天水就能出苗。半亩片菜我在后山脚下也看好了，等中秋后跟六叔说，让他帮忙翻地。半亩地，你一个人怎么种得完？谁说我一个人？六叔说了他帮翻地，春香说了他帮施肥，志强说了他帮浇水，我只要管播种和除草就行。再说我种地有经验，以前的半亩黄地我种了好几年，这半亩甜菜算啥？甜菜种子一袋，苏老板赠，今日种下，明年收，收后算原糖粉，比外购能降30%，预计明年此时糖房利润增30%，记在账上了。明年这个时候，咱们糖房的账本上会多一栏自产原糖。我等明年翻账本。嫂子，晒糖粉还没晒完。你在发烧，这锅糖让志强收尾，你跟我回去。就是有点累，不碍事，歇一会儿就好了。这锅糖粉是醉仙楼加单的，明天一早要送。志强，今晚糖房你锁门，收尾按墙上的流程单来，不清楚的明早再问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嫂子，你快回去歇着。糖粉筛3道，别偷懒只筛2道。哎，夫君，鞋底还差几针？明天你还要去城里，旧鞋底快磨穿了。鞋不急，先把汗发出来。糖粉筛3道，瓦六别关太紧，账本在床头，夫君别熬夜。书上说发汗退热，跟大伯娘说的差不多。姜汤后背，多喝水，
没有退烧药，就只能靠这些。装睡没用，看见你伸手了。我没拿，就是想看看还剩几针。先喝粥，喝完再喝姜汤。今晚出了汗，明天烧就退了。夫君，你熬的米都煮烂了，比我熬的还烂。烂的好消化，少说话，多喝粥。夫君，你有没有也喝一碗？我喝过了，你喝完这些再说。你每次说我吃过了都是没吃，以前喝粥的时候你就是这样，把自己的米都倒给我，然后说我饱了。夫君，明天你记得让志强把糖粉筛3道，醉仙楼的加单不能砸招牌，还有账本在床头，别忘了记今天的出货量。糖粉筛3道，账本在床头，出货量明天再记。今晚你只管睡觉。比张网更烫了，苏唐，醒醒！阿娘，阿娘别走，早上还热着粥，你喝一碗再走。阿娘，他们说我是灾星，我不是，你别走。我以后不打碎碗了，也不多吃米了，你别走。不走，粥在灶上热着，等你好了再喝。夫君，我冷。夫君，8月朔日，白糖5斤，德银7耳3枚，购白米1斗，猪肉2斤，鸡蛋10枚。苏唐进门前，余常以粿米充饥，不便咸淡。今每饭必3菜1汤，皆出他手，不敢忘。8月15，中秋，苏唐第一次吃完整的月饼，豆沙馅儿，他说比泡在粥里的月饼皮好吃100倍。灯饰上他仰头看灯谜的样子，像小花第一次从柴房里探出头。今岁中秋，无憾。9月朔日，堂坊挂牌，苏唐灵堂手法已胜于我，账本字迹日渐工整。今日他对我说，以后谁再问眼睛，他自己答。从躲在我身后了，站在堂坊门口当众驳斥谣言，中间不过2个月。此女非常人也，于何德何能得此良配？以上白堂所出之力，皆为苏唐之功，非我沈清河之能。清河谨记。翻我书箱了。这行字你什么时候写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前几天晚上你睡着之后，不是故意瞒你，这本账是留给以后看的。等堂坊做到第10年，等牌才收到第10茬，等你学会看完言文，我再拿给你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糖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钱也不是我一个人挣的。黄泥水灵堂法是你在书上看到的，瓦六是你去定的，销路是你一家一家跑出来的。我只是做了一小部分，记了几笔账，淋了几锅糖，纳了几双鞋底。你为什么把功劳全算在我头上？2个月前，我吃的是发霉的米，穿的是长了毛的衣裳，欠了大伯10几两银子，被学堂退学，村里没人看得起我。你进门第2天，我在城里卖糖，
回来的时候想，家里有个人在等我，得买点肉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正经吃饭，正经干活，正经活成一个有担当的人。这比白糖值钱。这笔账不是我写的，是你写的。我只不过替你把账记了下来。你记你的账，我也记我的。以后这本账要留给孩子们看，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爹当年一个人扛了那么多事儿，还说是我的功劳。这个黑锅我不替你背。苏唐回，家不是你一个的家，功劳不是你一个的功。再这样记账，我不给你做饭了。他用不做饭来威胁我，这是2个月前连粥里多放1粒米都要跟我争的小东西。现在他会威胁我了，这大概就是他说的底气。夫君，大伯和大伯母什么时辰到？排骨汤再炖就太烂了，饺子也得等他们进门再下锅，不然出锅早了皮会坨。大伯说有时过来，文生哥和文浩也来。文化学堂放了中秋假，今天也在家，加上我们2个，刚好7个人，坐满一桌。7个人，我包了60个饺子，够不够？再炒4个菜，排骨汤、炒鸡蛋、蒜蓉青菜，还有你昨天从城里带回来的卤牛肉。卤牛肉切盘直接上桌，炒菜等他们进门再下锅，这样不会凉。够，你列的菜单比文生哥酒楼里的中秋宴还周全。这是我第1次办席，以前在苏家村，中秋都是一个人过，煮一锅粥，多放几粒米就算过节了。今年不一样，今年我们有家了，得好好过。这个给大伯母带走，上回他说你娘腌的萝卜刚脆，我跟他说了，我也学，试了3回，这罐最脆。以后年年中秋都腌一罐给他。大伯、大伯母，菜刚出锅，饺子等文生哥他们到了再下，不然皮会坨。桌上有白糖，大伯母蘸饺子吃。排骨汤炖了1下午，骨头的油都炖出来了，大伯母多喝2碗。都是你一个人张罗的，这么多菜，你病刚好，怎么不让你大伯母早点过来帮忙？病早好了。再说大伯母再送来的红糖焦汤，我喝了发了2天汗就好全了。今天这桌是谢大伯和大伯母这几个月来对我们的照顾。这米酒是我去年酿的，埋在后园桂花树底下整整1年，就是为了等中秋开坛。清河哥，月饼是醉仙楼新出的白糖馅儿，掌勺师傅特地多放了2勺你们家的白糖。他说中秋后那批月饼馅料的订单量又要涨，等过了节我拿单子给你看。这2包桂花糕是东家额外送的，他说审计糖房是醉仙阁的老供应商了，中秋礼数不能少。这捆是给你家中秋烤火用的，我爹说中秋过了天就凉了，你媳妇儿刚病好，不能受寒。另一捆是松木，烧起来有香味儿，烤红薯最好。中秋烤火吃红薯，暖和一冬天。今天是清河成家后第1个中秋，也是沈家这些年最热闹的一个中秋。我替清河的父亲喝了这碗酒，替他父亲看看，沈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。大伯，这是上次那10两银子，连本带利，一共12两，多出来的2两是这几个月糖房的利润分红。大伯是糖房的半个东家，分红理应有您1份。清河他爹要是还在，看到这桌菜得多高兴。他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你，怕你书念不好，怕你没人照顾。现在好了，书念得好，媳妇儿能干，糖坊开起来了，钱债还清了。他要是还在，大伯母，以后年年中秋都这样过。你和大伯做主位，文生哥带月饼，文浩带柴火，文华背功课，我负责做饭，吃到你们都咬不动排骨为止。直系包的饺子皮薄馅儿大，比镇上饺子铺的还好。苏糖做的那双鞋耐磨，穿着去山上砍柴，
踩到石头都没破。这是重阳节50斤白糖的月付金。夫君，你说阿娘在天上能看见我吗？能，今晚月亮这么亮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也觉得能。我刚才在心里跟阿娘说了，我说阿娘你不用惦记我了，我有家了，有夫君，有大伯大伯母，有一桌子人一起吃饭。我做的排骨汤他们喝的一滴不剩。文浩哥说我做的鞋踩石头都不破，大伯母说我包的饺子比饺子铺的还好。阿娘要是听到了，应该会放心了吧？明年中秋，菜谱里加一道排骨汤。你阿娘以前喝过你做的排骨汤吗？没有，她走的时候我还不会做饭，只会熬粥。那明年让她尝尝你的排骨汤，她要是托梦给你，你就问她咸淡合不合适。明年中秋也这样过，菜谱要翻新，菜单要提前3天拟好，桂花米酒也要多备2盘。树上挂灯笼啦！以前中秋都是在家煮一锅粥，从来没在村口见过灯笼。今年村里凑钱挂的，大伯说水桥村好多年没这么热闹过了。今年粮价好，家家有余钱，就凑了份子挂灯笼放河灯。坐在那儿靠前背风不颠簸。谢谢大昌叔。夫君，那盏灯上画的是不是嫦娥？那个兔子灯会转，兔子眼睛是红的，是红纸糊的吗？还有那个灯谜上面写的什么字？我只认得花和月，后面那几个是什么？想不想要一个？太贵了，我们看看就好。谢谢夫君，这是我16年来收到的最好的中秋节礼。就是这个谜米，我记起来了。你那天回来跟我说，在城里写了个圆圈，何教义看了说好，就是这个圆圈。夫君，明年我也要学认字，学的比你多，学的比现在好。明年中秋，我要站在这里念别人的灯谜；后年中秋，我要写灯谜给别人猜。后年中秋，你写的题谜要挂在那盏莲花灯旁边，就挂它右边，跟它平齐。右边第2盏，位置我记下了。苏唐，阿娘，这是豆沙馅儿的，不用泡粥里，咬得动。很甜，比白糖还甜。这是我16年来吃的第1块完整的月饼，以后每年中秋都要来这家铺子买豆沙馅儿的。行，以后每年中秋都来。这家铺子要是关门了，就换下一家，直到找到更好吃的为止。明年中秋见。绸缎4匹，狐笔2套，端砚1方，陈年花雕2坛，瓜果蜜饯各4色，外加纹银50两。这些加起来比我们中秋节卖的那批白糖总破款还多，送的人是钱员外。沈公子君察，中秋前夕，家母旧疾复发，夜不能寐，请遍城中名医，皆束手无策。偶闻公子曾于元空案中降臣其骗术之害，有以水银灌骨一事，与家母惊吓最善。某日老夫协理登门求教，公子不计前嫌，
以当日油锅之事详解于家母榻前。家母听罢大悟，知昔日所谓恶鬼惨叫，不过水银预热之物理也。心病既除，当夜安睡，次日饮食亦复如常。仁心医馆刘大夫曰：“此非药食之功，乃明理之效也。今备薄礼，以谢公子之德，令父拜帖一封，敬请公子过府一叙。”钱中铺顿首再拜。钱员外说的不计前嫌，是指他儿子钱世安雇张货郎来堂坊门口闹事那次，还是指他儿子在学堂害你被退学那次？你什么时候去钱府给老夫人看诊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中秋前2天，你在堂坊赶那批家单，我就没跟你说。钱员外亲自登门，带着拜帖来的。他说他母亲被元空那案子吓出了心病，半年没睡好觉，请遍了城里大夫都看不好。他听说我当初当众揭穿了元空的骗术，想请我去跟老夫人当面解释，不是道歉，是求医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油锅里垫的是醋，猪骨头里灌的是水银，纸龟上涂的是熊狗胆纸，每一样都拆开讲了一遍。老太太听完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原来不是鬼叫，是水银在叫。”当天晚上就睡着了。钱员外送我到门口，让我回来问你好。他说你上次在街上被他儿子当众刁难，他一直记在心里，改天亲自登门给你赔不是。礼我收下，不是为了给他面子，是为了让他心里好受些。欠了人情睡不着觉的滋味，不好受。这50两纹银单独列账，跟堂坊的营业收入分开。以后万一钱家再来找麻烦，账本上这笔就是平凭证。我们没收他的赔礼，收的是他母亲的谢礼。不过，这些绸缎我不会用。他儿子害你被退学的事，不是几匹绸缎就能翻篇的。绸缎收进箱子里，等钱世安亲自登门道歉那天再拿出来用。那可能要放很久。放不坏，绸缎比人情经放。钱员外那坛花雕酒怎么处理？你说不能白收，但酒又不能放账本上。今晚开坛，给大伯送半坛。他不是一直惦记着要喝陈年花标吗？说这辈子只在文生阁酒楼的宴席上喝过一回，剩下的留着，等苏茂来签合伙契书的时候招待他。花雕配白糖糕是不是不太搭？要不要再去城里买2斤卤牛肉？买。顺便去杂货铺进一批新瓦溜，堂坊那2口旧的用了3个月，底部的孔有点松了，黄泥水下的匀。中秋节那批白糖有几斤颜色不够白，就是旧瓦溜的问题。卤牛肉2斤，新瓦溜2口，苏茂合伙契书草稿要重拟。上次那版分红比例写得太含糊，这次要写清楚。还有，给苏茂的媳妇儿备一盒桂花糕。上回苏茂来信说，待问弟媳好，人情要还。这算不算破戒？你以前说过，堂坊的盈利不能用来给自己买酒喝。这坛不是买的，是凭本事挣的。你淋的白糖养出来的信誉，我写的成文挣回来的面子，这2样合在一起，才换来的这坛花雕。该喝。这一口给阿娘，阿娘，这是花雕酒，你也没喝过吧？我替你尝了，有点辣，但夫君说好喝，那就应该算好喝。何教是什么时辰到？茶都换了3遍了，你媳妇儿这白糖糕要是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爹别急，何教士说辰时出发，
从县河到水桥村走官道要1个时辰，差不多该到了。上回张大人那边递了话，何教委这次来主要是看看清河的书底子，再实地瞧瞧堂坊。张大人的面子在那里，何教委不会太为难人。上次学堂退学的时候，刘夫子也考了夫君功课，夫君对答如流，夫子没话说了，才说品行有亏。这回何事要考什么？会不会又问那些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跳着考的题？何教义是县学讲廊，考课规矩跟刘夫子不一样，他可能会问时事策论，比如袁空案的始末，或者本县农桑利弊，这2样我都有准备。成文里写的那些东西，随口能背出来。沈秀才，县学的先生来了，好几位，还带着书童。学生沈清河，见过何教义。数月竹3证书书方一别，教义风采如往。这位想是刘主簿，学生久仰。不必多礼。上次在3证书封你说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轻轻，当时就觉得你这个学生有点意思。后来袁空那案子，你在街市上当众拆穿骗局的手法，张大人多次跟我提起。今天来，一是奉张大人之命，实地走访袁空案的相关细节；二是考教你的功课。你在成文里写的那些油锅电醋、猪骨灌水银、指归土胆汁，张大人说你写的条理清晰，非愚者所能为。我就来看看，这个非愚者到底有多少真才实学。何教义、刘主簿，请用茶。这是自家淋的白糖冲的糖水，夫君说比外面茶馆的清甜，不腻口。确实清甜，你家娘子冲茶的手艺不错。刘夫子退你学的事，我有所耳闻。今天不问你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那些死记硬背的功夫，那些你上次在3证书府已经答过了。刘夫子的书童后来都传了出来，说你一字不错。我问你2件事：第一，袁空案中你当众把手伸进滚油锅里，凭什么断定那是醋不是油？第二，你在成文中提到钱家酱油可能与袁空诈骗团伙有经济往来，这是你的推测，还是有凭证？回教育。第一问，醋的沸点极低，约在40-50度便开始沸腾，油锅看似滚开，实则温度连鸡蛋都煮不熟。学生伸手入锅之前，先观察了片刻，锅边无油烟，油面翻滚却不见飞溅，这是醋的特性，不是油的特性。第二问，袁空行骗用的猪骨头需灌入水银，水银价昂，非寻常僧人能轻易获得。学生查阅了县衙公示的袁空案供词，其中袁空供述称，水银是由城中某商户提供，但未指明是谁。学生不便妄下结论，只是在程竹中陈述了一个事实：袁空案发后，钱家管家曾以替老妇人还愿之名去狱中探查袁空，一个被骗的苦主去探监谢骗子，这个行为本身就需要解释。张大人让我来之前特意交代，你这个人不光有胆识，还有脑子。张大人看过你的成文后，命人彻查了钱家酱园与袁空案的关系，结果比你推测的还深一层。钱家酱园不光提供了水银，袁空用来涂纸龟的熊狗胆汁也是从钱家酱园进的。钱员外本人不知情，但其子钱世安和酱厂管事暗中与袁空有利益往来。此案已移交府衙，钱世安功名被革，禁足1年。张大人让我转告你，你这篇成文不光是自荐书，还是破案的关键线索。凭这一点，县学破格收录。多谢何教义，清河还不快谢过教义。且慢，还有一条，入县学需要本县再以李生担保。刘夫子不肯替你作保，这是意料之中。何某不才，恰好是县学领生之一，
这个保我来做。担保书一拟好，刘主簿带来了。不过你不要以为入学就万事大吉，县学每年考核一次，末等者除名。你入学已比同窗晚了数月，落下不少功课。何某替你做保是有条件的，明年岁考，你必须进前3等。学生明白，明年岁考，必不负教义所望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。张大人调任省城前，亲笔批了你的呈文，批语就4个字：可造之才。下月初1来县学道，述书全免，每月领邻米6斗。好，好。这就是醉仙楼掌勺师傅点名用的白糖，果然比省城的还细。何教义刚才冲我点头了，县学的先生冲我点头了。下月初1，我在县学等你，带上你的书，带上你的脑子，还有带上你娘子做的白糖糕。上次在三正书屋你走后，书屋掌柜跟我说，那个低迷的润笔费你拿去买了米和肉。他说这学生不酸腐，能成事。今天看了你的唐府，我觉得他说的对。夫君，何教义夸我的白糖糕了，他说让你带去县学，你听到了吗？回头我多磨些细甜粉，专门给你做一盒带去。牌子不是挂得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翻新的？不是翻新，从今天起，这块牌子换一面挂。为什么要换？审计的招牌在醉仙楼杂货铺、苏家村都叫响了，换了招牌，老主顾会以为糖坊换人了。杂货铺掌柜只认审计的货，换了他不一定收。糖坊的手艺是你一手带出来的，灵堂的手法志强是跟你学的，账是你在管，人是你每天安排调度。我去县学读书，早出晚归，连淋一锅完整糖的时间都没有。招牌上挂谁的名字，就该是谁在操持。审计在城里叫响的是白糖的品质，不是我的名字。只要白糖还是那个白糖，招牌换了，掌柜的照样收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上回何教师来，你跟他说审计糖坊的白糖不输省城，以后你要说苏记糖坊的白糖不输省城，这句话比审计那块旧招牌值钱。这块牌子我挂在审计旧牌旁边，不摘审计，2个牌子一起挂。苏记在里面管生产，审计在外面管销路，分工。你教我的，糖坊是我们2个人的，招牌也该是2个。咱们糖坊有2个东家了。这片菜长得比六叔家地里的还快，嫂子你施了什么肥？糖坊灵堂滤出来的黄泥渣，拌了草木灰。以前我阿娘种菜就爱用草木灰，土松苗壮。那以后糖坊的黄泥渣都不扔了，全拉来肥地。黄泥淋糖，黄泥渣肥片菜，片菜收了又熬原糖，这一圈转下来，咱们糖坊连废料都不浪费。这本是糖坊的，这本是前菜的。以后我不在糖坊的时候，你自己记，字写错不要紧，能看懂就行。年底我要检查，前菜适中日志，不能少于1页。画的这么细，比我上回自己画的好多了。这行空白是写什么的？写备注，比如天气、气温，有没有虫害。盘菜喜欢凉，怕热，明年入夏要搭遮阳棚。你自己试种的时候多观察，
有什么发现记下来，以后扩大种植就有经验了。遮阳棚，竹子搭，顶上铺稻草，让文浩哥从后山多砍几捆竹子回来。堂坊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志强现在能独立灵堂了，新招的小学徒也上手了。苏茂下个月来送原堂的时候，我把合伙契书跟他最后敲定。醉仙楼重阳节的订单今天全送完了，下一批是腊月的糖瓜预定，我已经让志强把坛粉筛好备着。备菜试种今天是第16天，出苗率80%，比书上说的高1成，可能是咱们村的土比苏家捐的肥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下月初1去献血，那天早上提前叫你起床，被子要重新铺，书房墙角漏雨的地方趁这2天修了，修完再走。小花这几天下蛋少了，可能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我换一种糠喂她试试。以后咱们堂坊有2个东家，一个在献学念书，一个在堂府管事儿，说出去谁敢信？我信，我亲眼看着嫂子从临沂锅堂学起，到现在连醉仙楼胖师傅都只认他筛的糖粉。书包做好了，里面缝了个暗袋，可以放炭笔和碎银子。献学不比家里，同窗里肯定有像钱世安那种人，不要跟他们攀比，但也别让人看清了。每月龙米6斗够你吃，不够我给你送。6斗够了，献学有食堂，早晚2顿，中午自带干粮。那以后每旬我多领2锅糖，给你攒零花，不是从堂夫账上走，是我的私房钱，你放心用，不用记账。夫君，以前你教我认第1个字的时候，我连1都写得歪歪扭扭。现在我帮你管一整个堂房，你走之后，我不会让这块招牌砸在我手里。等你明年岁考回来，我要把堂夫的账本和骈菜的收成一并交给你看，到时候让你在账本最后一页给我批一个优字。你的字现在比我刚教你时工整多了。账本最后一页不批优，批苏记堂坊苏长氏，本年考绩甲等。那说好了，甲等跟你的曾迷一个等，你拿甲等，我也拿甲等。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家有2张甲等，一张挂花灯上，一张记账本里。2个月前他连1都写得歪歪扭扭，现在他管着1个堂坊、半亩钱菜、3本账本、2个帮工。我走之后，他每天会比鸡起的还早，比月亮睡得还晚，但不会再有人说他是灾星了。苏记堂坊的苏长氏，他有名字，有招牌，有账本，有底气。拿着，不是银子，是你大伯母昨晚去庙里求的平安符。他说献学里都是城里的少爷，咱们农家人去读书，不能让人看清了，也不能跟人起冲突。这符贴身带着，保平安。大伯母费心了，我一定贴身带着。到了献学，好好念书，别跟人争嫌弃。家里的堂房有你媳妇儿管着，你不用担心。美勋让志强给你送一次干粮，不是信不过献学的食堂，是自己家的东西吃着踏实。这个给你，我自己削的。城里不比村里，晚上街上黑，要是遇到什么事儿吹一声，附近的更夫能听见。我试过，声音传半条街没问题。堂坊的事儿你放心，嫂子现在临堂的手法比我还稳，账本记得比杂货铺掌柜还细。你安心读书，等你明年岁考回来，堂坊肯定比现在多2口瓦溜。坛菜试种今天第20天，出苗率8成半，比书上说的高半分。黄泥渣拌草木灰做底肥确实管用，我写进日志里了，等你月底回来给你看。苏茂下月初5来送原堂，合伙契书的条款我已经拟好了，让他过目签字。你安心去读书，堂父的事交给我，年底让你在账本最后一页给我批甲等。夫君，
布鞋底3层，下雨天别踩水坑。现学食堂吃不饱就去外面买，私房钱在书包暗袋里。每旬回来一次，我炖排骨汤等你。苏糖。每旬回来一次，排骨汤多炖些，我带书回来温习，晚上要加一碗当宵夜。你拿甲等，我也拿甲等。你考现学，我管堂铺，咱们各司其职，谁也不输谁。沈秀才，你媳妇儿今天没哭，你记得不？3个多月前她第一次坐我这牛车跟你进城，从头到尾低着头，你扶她上车她都不敢看人。今天站在村口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这变化你自己觉得大不大？大。他以前连跟人对视都不敢，现在敢一个人在堂房里对着10几个村民讲灵堂。以前只敢喝米汤，现在炖的排骨汤能把大伯母吃红眼眶。这媳妇儿娶对了，不过也是你带的好。当初她被人堵在墙角骂灾星的时候，你当着全村人的面替她撑腰。村里那些闲话，是你一句一句顶回去的。不是我带的，是他自己挣的。我只不过替他挡了几句话。堂坊是他一手撑起来的，账本是他一笔一笔记满的，招牌是他一块一块擦亮的。以后水桥村的人提起苏堂，不会再说沈秀才家那个瘸腿媳妇，他们会说苏记堂房的苏长氏。嫂子早。今天把重阳节后那批新单排一下，最先楼下个月要50斤糖瓜用糖，提前筛好细粉备着。10月初1，夫君去献学。今日堂旁开工第1锅，年底要拿甲等。苏糖自勉。